欢迎来到 Tony 帮你做功课系列，酷澎低价掀翻市场，电商类股也暴跌。2026年台湾电商是否能寒冬翻身？今天这集来盘点一下2025年已经整个过完了。那台湾电商巨头们现在到底是赚钱还是亏钱？那赚钱的话有没有反映在它的股价上面？亏钱的话是有多惨这样？那2026年的台湾电商又会怎么样呢？答案绝对超乎你的想象。嗨，我是电商 Tony 陈，欢迎收看 Tony 帮你做功课系列。我这个系列不想讲大道理啦，只是带你看那些精彩的商业案例跟八卦。那你自己也要思考思考，能不能运用在自己的公司上面。如果能确实增强你的生意，你也不用谢我永远记得善待你的员工跟客户就好。那我们就开始吧。你心里一定在想说，还岁月静好了，不要爆掉就好了先不要笑，这个是有可能的我要讨论的不是说为什么酷澎战斗力这么强，这种老掉牙的问题，而是一个你脑海中可能浮现过的问题。奇怪，为什么台湾的电商界明明就越来越热闹，但是电商相关的股票却越来越惨？我现在看股票已经封关了33600点，很夸张呢。这个是台湾岛创岛地壳运动这样子挤上来，有史以来最有钱的时刻33600多点，台股已经上3万了呢。电商产业却完全感受不到那种欣欣向荣的气氛。你可能会很直觉想说，哎呀，那是因为电商的竞争太激烈了。但老实说你稍微对市场熟悉一点，你就会知道，这个答案不够准确，因为竞争永远都在。真的会让市场失去信心都不是出现新的竞争，而是这间公司好像怎么样？好像不能够理所当然的继续赚大钱赚下去了。而在酷澎出现以前，台湾电商其实过了一段相对舒服的日子，像是疫情时期的电商真的是很赚钱，印钞机反而物流是个大问题，因为大家都不敢出门嘛，电商购物就是最佳解，电商还有外送，在那个时候获得蓬勃发展。以前从来不上网买东西的那些长辈们被逼着也只能够上网下单也只能手机拿出来叫外卖，这个是完完全全大幅加速了这些线上零售的业态的这个消费者使用习惯，而且消费者也习惯了电商的什么节奏，知道双11会有大促，所以时间快接近的时候都收开来不要买等双11再冲进去捡便宜，怎样又怎样的。也就是说销售的节奏是可预期的，虽然还是有竞争，但是每个电商巨头彼此都很熟啦，大概都知道对方会有什么招啦。反正节庆大促就是那些，反正那个电商平台大战能出的招就是那些免运费等等的。但酷澎一进来，它不只是吹奏一池春水它是直接那个往这个水池里面扔鱼雷给它炸起来。它改变的不是只有价格而已，而是整个市场的节奏。所以这是我们要来聊，在经过2025年的狂轰滥炸之后，台湾的电商巨头们还好吗？在正式开始之前，先来猜猜看，你认为 Momo 跟 PC 这两只股票都有上市嘛？你认为 Momo 跟 PC Home 网家跟那个富邦美哪一间的2025的营收是最惨的？这个就猜嘛虽然你大概也知道答案，欢迎底下留言要站来站去也没关系你要小心不要过激啦，然后被他们法务告就这样。我们先来讲 Momo 再讲 PC Home， 我们先讲 Momo。我们先回顾一下 Momo 在2025年做了3件重要的事情第一，发动6都快速到货，现在台中、台南、高雄都在试营运，但至少它生出这个服务快速到货。第二，提供 Mo Pro 双订阅制就除了本来是只有提供那个年费2399的尊贵版 Mo Pro Plus 那现在也提供了平民版的 Mo Pro 月费88，这你有买吗？如果你在 Momo 上事实上在购买日常用品的话，你是确实是可以去订阅的。第三，进军跨境电商跟 Mo 店家除了把商品卖去日本以外，还开放 Mo 店家，让一般中小企业进驻。好，它的成绩怎么样？我们先来看它的营收橘色是2025的营收，绿色是去年同期，所以营收的部分还好对不对？那个营收并没有下降太多然后你看一下这个图，你就知道说双11那一根，11月那一根，对不对？真的大家都在集气啦、憋气啦然后等到双11的时候才要冲出去买都是这样，所以就形成这个样子。10月业绩都一直都不怎么好。好，它这个 Momo 整体营收是下降的，下降多少？3.4%，3.4%然后
我们要看惊人的咯。如果你有买富邦美股票的话，我建议你先深吸一口气。如果你有高血压的药的话，你先吃一下。来3、2、1，噔噔！哇靠，这是发生什么事情？台股上3万富邦美是发生什么躺在那边趴在那边，这个也太惨了吧！但是我们刚刚看营收你看其实还好在酷鹏大军的压境之下，Momo只是少赚3%我必须说相当厉害，这个已经锁血了，你知道这就是股票血腥的地方，它就不是一个理性的市场。现在大家就开口闭口都觉得说，反正Momo就是会被酷鹏干趴就对了所以他的股票就一路走跌，真的是很可怕。再来，我们来看 PC Home 网家一样，我们先快速回顾一下 PC Home 在去年干了什么大事。第一，统一入股这不用多说。我认为PC Home 去年做过最正确的决定就是统一入股，真的统一入股以后 PC Home 怎样？真的变强。别的不说超速配这一招，我个人认为就打得非常漂亮。现在买 PC Home 的到货速度肉眼可见的变快往那个都市传说靠拢，只是我才想说要下单而已，那个门铃已经响起来了 ，PC Home 已经送到了。以前它是快速到货的代表啦那现在快速到货的代表已经变成也不是虾皮对不对虾皮一堆人嫌慢已经变成那个了，已经变成 coupon 了。来，第二个加入 Uni Open 生活圈，就统一的。统一生态系就是加入了 Open Point 可以去核销的生态系，未来可期这样。那我们一样来看 PC Home 的营收状况，橘色是2025的营收，绿色是去年同期，营收部分表现得不错嘛这虽然整体还是下滑，但是你看它在2025年的12月跟2026年的1月营收可以怎样反超去年同期这已经很厉害了。整体营收下滑是 1.8%， 这个表现已经优于 Momo好，我们接下来也来看它的股票表现，一样会怕你就直接滑走，免得人家心情不美丽晚上睡不好。3、2、1，噔噔也是暴跌但是没有Momo跌得惨，是因为不要笑什么笑？怎么你刚刚讲什么？讲说它本来就很低了，不要笑，这给我们台湾电商祖师爷一点面子好，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回答一开始的问题2025的营收 ，Momo 跟 PC Home 到底哪一个比较惨？想不到吧？居然是 Momo PC Home 让统一入主，神来之笔不过我未看先猜，这也不用猜就是如果在另一个平行时空统一没有入主 PC Home 的话 ，PC Home 2025的业绩绝对是爆掉的绝对是。再来你要知道，跨境电商过得好吗？我在写稿的时候，虾皮跟 Coupon 2025的年度营收数字都还没出来，所以我们就先看2025年的 Q3 来做参考酷鹏的2025 Q3 净利较去年同期激增 51%， 就是酷鹏从台湾赚那么多钱很可怕那我们看一下股市的状况这是他在那个不是台湾市场的股票好，你没看错，酷鹏虽然业绩大好，可是它股票是崩盘的它崩了它崩盘的原因是因为去年那个韩国酷鹏发生了史上最大规模的个资外泄，影响超过3370万名用户，超过韩国一半以上人口。北韩想说这有什么我早就都有了就是说每2个韩国人一个个资外泄就这样。然后这件事情非常严重，你想要个资外泄又怎样？他严重到 CEO 直接辞职换人，然后创办人金范习先生还被发现他恶意操作股票在高点大量套现这边我先岔出去一下，就是最近酷鹏的状况真的有点多。除了我们现在讲的韩国劳工这个久未过劳死以外，现在又跑出这个创办人恶意操作股票，怪怪的然后我也在脆上看到，在酷鹏上买东西，收到很多有问题的货，我随便找2个给你，那个法务就不要来告我了，因为这个就在脆上，这是公开资讯来，第一个理肤宝水理肤水，他说他拿到包裹的时候，商品的封口胶带已经被撕开了然后另一个是防晒棒，这也蛮扯，外包装的颜色完全不一样。这些化妆品是那个女孩子抹在脸上的东西这买到假货，脸烂掉算谁的所以现在对酷鹏来说多事之秋他们可能需要去再做个法之类的，不要再搞出个什么活人献祭之类的。好再来我们来讲虾皮虾皮2025年的营收很亮眼总营收达60亿美元年增 38.3%， 那么多夸张，双位数的成长快40%，这很厉害。
非常厉害的数字，但是它的股价表现也是下滑哦。所以我认为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说，虾皮它烧太多钱在 promote 了，就是我们之前讲的虾皮跟酷澎在打架哦，拼命烧钱。像今年的大免运时代哦，随处可见的虾皮店到店，虽然虾皮营收有增加，但是整体获利下滑哦，那才会出现这种明明大赚钱，但是股市并不看好的状况。最后你要知道，你该如何正确的看待台湾电商市场哦。最后我们就来聊说，我们今天这样分析以后，你会不会觉得有点绝望？就是说，台湾的那个扛把子 Momo PC 被这样一搞，营收都下滑，股票也难看哦。然后始作俑者这个台币战士虾皮跟酷澎，还以为他们很强，外强中干，他们的股价也是这样迷迷茫茫哦，钱是有赚到，但是股票对不对？疲累累这样只能说惨胜。那这是不是意味着2026的台湾电商也会这样继续下去？赢的人其实他也很辛苦，然后输的人继续惨下去，这样正好相反。因为我认为 PC Home 跟 Momo 在2025这一局游戏中，其实表现的不错了，营收有掉一个掉 3.4%， 一个掉 1.8%， 并不是说一次下去一个什么 10%、20% 这种爆破式的数字。而且我们前面也提到了 Momo 跟 PC Home 为了因应这种外敌入侵，在2025年做出了变革。 Momo 是直接开发出6都快速到货，那 PC Home 则是引入统一这个外援，就是因为要正面对干谁的大举入侵，酷澎才让他们做出这种大刀阔斧的改变。换句话说酷澎的入侵对台湾电商界看你认为是不是好事啊但是就结果而言，是实实在在触发所谓的鲶鱼效应。鲶鱼效应你有听过吗？就是北欧的渔民为了确保捕捞到的沙丁鱼不会在回港的过程中挂了，那卖相不好，就会在沙丁鱼中放一条鲶鱼那个鲶鱼是会吃沙丁鱼，然后那个沙丁鱼就到处躲，到处那边钻来钻去它们存活率就提高很多。同样，今天酷澎在台湾就是这条鲶鱼它在台湾电商界这边嘎嘎乱杀，那边开无双说什么2025要烧掉9亿美金的行销成本，9亿美然后 Momo 跟 PC Home 都担心自己的生存问题，被迫开发出不同的技法来对抗酷澎的低价策略。结果你也看到了，不满意可接受，至少2025年他们怎样安全下装。好，2026会怎样？老实说我蛮期待的呢，真的，因为酷澎就这一招斗价钱，便宜打天下。然后韩国本地后院失火，他没办法像以前一样全部的精力来进攻台湾电商市场。然后台湾这边的 Momo 跟 PC Home 去年就已经有对付酷澎的经验了，我们一定能够期待今年他们会拿出更强力的剧本然后看怎么样即使是面对酷澎也是不落下风趁机壮大自己。当然提醒一下，我这边不是什么股票台你不要听我在那边讲 Momo 跟 PC Home 2026值得期待，你这边脑补哎呀这个在暗示我是不是逢低买，反正现在很低嘛，逢低买进。我没有这样子这个投资一定有风险你自己要想清楚就好。我就是分析台湾电商市场就这样。然后有一件事情我会希望你跟我一起做，就是怎样，就是多支持台湾本土企业啦。虽然国货这他妈国货自己也是有时候争气有时候不争气，但它就是国货啊多支持啦。如果你要线上买东西，价格差不多能够尽量到 Momo 或 PC Home 去买那就尽量去，让台湾厂商多赚一点。你要去虾皮也看一下是不是国货这样。好，那为什么？因为很明显外资来台湾赚完钱之后，他会把钱留下来投资台湾吗？不会啊，他会怎么样？全部都回去各国看他自己发自己韩国人年终还是什么的。我们台湾企业其实也是一样，我们到国外建厂或干嘛赚了当地的钱，也是都汇回来台湾变成外汇存底啊。我要表达的事情就是那个你花钱买国货这个确实你的钱是会贡献在这个员工的当地，也是我们台湾人的薪资福利这上面。台湾企业好，台湾才会好啦就是这样。所以我希望你跟我一起支持国货。我这后面摆的也都是国货这个阿信的牌子Stay Real。那今天就分享到这边，也欢迎你底下留言，你认为这个2026年的电商大战大概会发生什么事？你的留言我是都会看，只是有些我不知道怎么回啊，有些他妈来吵架了，回也对，不回也很奇怪，我不知道，反正你的留言我都会看。然后我这个电商通力城 YouTube 频道有开通会员功能，
请你直接刷信用卡支持我，让我可以投入更多的钱与时间，把节目做得更好、更深入，把商业世界中人家做生意的成功之处或失败之处仔细拆解给你看。失败我们就避坑嘛，成功我们就模仿嘛。电商 Tony 陈帮你做功课系列，值得你加入频道会员。我能协助你将生意经营得越来越好，能够让跟随你的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祝你生意兴隆。讲八卦，现在台股3万点到底在3万什么的 AI 对不对 ？AI 大爆发，然后台积电领军就是这样。但是我跟你讲，其实我们电商跟 AI 走得非常的近，非常非常的近，甚至可以是 AI 的第一个落地应用产业，就是我们。你说要到无人车、无人巴士、机器人，那还久了。但是以电商来说，已经在用了。因为电商怎么样？电商除了物流仓储以外，全部都活在线上啊，活在网络上啊，那就是 AI 的天地，对不对？你没办法说现在跟 ChatGPT 讲跟 Gemini 讲，等一下帮我倒垃圾啊，谁理你？你有付费，他也没办法，他完全活在网络上那电商就是这样 ，AI 跟电商走得非常的近，包含写程式啊。然后包含一些行销文案啊，包含一些产品图的美化啊，包含一些客服的问答，其实真的是跟电商贴的超级之近的。但是这个 AI 大爆发，电商相关类股却没有跟上，说明了什么？说明了说现在 AI 还在打地基的阶段，它还没有完成它的渗透到实体世界的这个境界，就还没嘛。否则你想想看，那个 AI 如果是一个镀金的话如果是给 Momo 上了一层 buff， 虽然 Momo 自己有讲 AI 啊什么的，但目前显然没看到成效，还是已经有了，所以才只掉3%多营收。如果没有的话，早就多掉10%都不得而知。总之就是说 ，AI 在产业面的应用目前还是属于雷声大雨点小，叫好不叫座。大家知不知道 AI？ 都知道 ，AI 重不重要？很重要。好，那你用在工作上，用这个 AI 去提高你集团的营收，做不到，这就是现状。现在什么列公哈维？现在就是做不到，要慢慢来啦这件事情要渗透到主管开始用然后员工开始用，老板开始用，然后形成一个企业文化，还是时间太短了2026年应该很有机会 ，Vibe Coding 嘛然后做图啊影片啊都获得一个质的提升。AI 还没有被大规模的应用在产业实际赚钱这件事情上以 AI 发展的速度来说，我是不担心电商就是第一个接壤的土壤，我跟你讲，因为电商几乎活在网络上，这也是 AI 很吊诡的地方。它强呢，3万多点呢，3万多点呢，台湾有史以来最有钱的时刻就是现在嘞可是你有看到哪一个产业，除了这些，我们就讲挖金矿跟卖铲子现在都是卖铲子在赚钱，对不对 ？NVIDIA、台积电挖金矿到底是挖到了没？没看到谁真的靠 AI 在拱起整个集团营收，就没有嘛，对不对？这就是 AI 很吊诡的地方，西方已经吹很久了，叫 AI 泡沫论我自己怎么想？我希望 AI 泡沫不要破继续不要破。为什么？台积电啊，护国神山啊，我支持国货我希望台湾继续好好的发展下去。这种事情啊，就是用 AI 来提升集团的营收，这个绝对不是口号，就是老板说AI 元年，然后那个主管说AI， 然后员工说好，我知道，屁啊，最好。这个都是一个文化啦，就很像是以前在传真机的时代，要叫你发 email，会有一个这个交接期啦，都是这样的。现在 AI 要渗透到方方面面，我个人认为可能是发生在什么？发生在新人进来，现在在招募新人那个大学刚毕业，他们 AI 是内建技能，你知道内建的，他毕业专题就是用 AI 写的，对吧？比你还会用，对吧？想说要画什么图这个他们是内建这个技能，可能要等他们一阵子等他们工作1年2年，然后做个小主管以后 ，AI 文化就完成逆渗透了由底部往上渗透，老板啊、主管啊，那个都太理想了我们反而是可以期待的，期待某某我说真的，我期待某某多一点，因为谁？因为台科大总经理林之诚Jamie 他创办AppWorks 嘛，那个支出创投啊，他超懂什么 AI 什么，我跟你讲，他超级懂，有他在有他坐镇这个富邦媒集团应该没什么大问题。现在就是转型当中，我支持国货那我希望台湾的电商产业越来越强。为什么是虾皮
亲蒙打猴进来？为什么是Coupang来台湾开无双？为什么不是我们的 Momo 跑去日本、跑去韩国在那边开无双？电商产业加油啊，很辛苦啊，一起加油吧！